2017年，萨德反导系统进入韩国领土，经过朴槿惠的批准，部署计划正式开工。没想到朴槿惠的好景不长，就被闺蜜崔顺实坑进了监狱里。本在印上任后，极力和我国朝鲜搞好关系，直接将萨德部署计划冷冻了。可如今，亲美又亲日的尹锡悦不仅重启了萨德，还开始了常态化部署。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神秘无处不在。今天跟随神秘哥的步伐，一起揭开韩国重启萨德为何我国不怕了的面纱，让驻韩美军在韩国领土生根发芽也就算了，还要让萨德反导系统进行全方位的部署。韩国人直言，自己的生活和健康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在萨德部署基地附近一个小小的村庄里，每100个人就有11个患上了癌症。朴槿惠鬼迷心窍，决定部署萨德时，不仅遭受了韩国人的反对，也遭受了我国的强烈谴责。要知道，我国内陆大部分地区都在萨德的覆盖范围内，于是为了抵制韩国，发布了禁韩令，也让高喊为萨德部署提供场地的乐天集团颜面尽失的离开了我国。现在被骂得体无完肤的尹锡悦又开始为正式部署萨德做最后的清除障碍了。为啥这一次我国一点儿也不害怕呢？尹锡悦为重启萨德反导系统到底有多努力？除了让老婆金建熙刷脸，在国际上打开韩国知名度，自己还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掀起风浪，让韩国人痛骂自己，同时还要让女明星刘知敏公开单独参与自己在世博会的演讲拉票活动。而且就在前不久，刘知敏还被曝辱华，支持日本731侵华恶行，还有矛头指向其父亲，可能是韩国军队高官柳哲。从反对韩国女权主义到金建熙垂帘听政，再到刘知敏新一代摄政王，尹锡悦能够坐在韩国总统的位置，全靠女人在背后支持。虽然明星财阀总统不分家，在韩国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儿，但所有矛头都指向了一件事儿：韩国萨德反导系统重启。尹锡悦当选总统后，朝鲜半岛进入了进一步紧张的局势。无惧朝鲜的核武器，肆无忌惮开展美韩联合军事演练，现在又大张旗鼓地加快萨德部署进程。要知道，坐落在韩国庆尚北道新州的萨德，虽然有效探测范围只有1200公里，但是我国整个华北、东北以及西北的部分地区都在它的掌控范围内。只要战争爆发，就能对我国的导弹实行全方位的拦截；不爆发，就是美国的情报窃听战。如果让你一天24小时生活在美国的监控下，你能受得了吗？尹锡悦重启萨德，为何我国不害怕了？韩国对我们还有威胁吗？美国让萨德进入韩国，表面上是为了对付朝鲜威胁，实际上是想要趁乱进入亚洲大陆的腹地中国以及俄罗斯。第一次萨德反导系统进入韩国会在我国掀起浪潮，是因为一切都太突然了，我们还没有应对的措施，而朴槿惠自作自受，把自己送进去吃牢饭。韩国等来了一个文在寅，不仅缓和了朝鲜半岛的局势，也为我国争取了发展的机会和时间。据说美国是想要对我国的导弹实施全方位拦截的，一是高层防御系统，比如在俄罗斯表现十分优异的爱国者反导系统；二是大气层外的导弹防御；三是助推末端防御系统。而萨德反导系统大气层内外的短程、中程都能拦截。直到尹锡悦重启萨德之前，我国已经拥有了对付萨德的3大利器：一是末端飞行速度高达20马赫的东风17；二是能够迷惑萨德反导系统的攻击11无人机；三是能空袭萨德的超低空战斗机歼20。唯独国家强大了，才不惧怕任何敌人。所以韩国萨德全面重启，我国只要不在意，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韩国的威胁也就不复存在了。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关注神秘科普院，神秘科带你解锁大千世界。